植物不会进行光合作用，如何在自然界中活下去？菟丝子告诉你，只要能够不要脸，总能找到苟活下去的办法。这里是知识天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植物界里的花花草草多了，也会诞生喜欢与别的植物合租共居的植物，比如菟丝子。目前菟丝子广泛分布于非洲、亚洲各国，不过澳大利亚同样也有菟丝子分支。而在我国，哪怕海拔100米的山地以及上千米的高原，都能发现它们的踪迹。菟丝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学名，就是因为它们的种子在进行人为加工之后，会露出浅黄色的胚芽，样貌很像吐出来的丝线，因此菟丝子在有些地方也被称为菟丝子。目前我们在大自然中探知到的寄生植物大约有4500种，而这些植物中，与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就是菟丝子了。它们比较喜欢寄生在豆科、菊科，例如花生、向日葵一类的植物中。说实在的，菟丝子的寄生本能并不能怪罪于它，因为其进化选择实在是太过奇特。虽然菟丝子是植物的一员，但是本身基本上不具有叶绿素，这就使其不能进行光合作用。众所周知，自然界植物的生存之本就是通过光合作用来汲取生长繁衍所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为了生存下去，菟丝子就需要找到其他汲取营养的方法。于是乎，经过漫长的自然选择，其叶片以及根部逐渐退化，随之带来的则是能在茎上长出非常稳固的吸管，可以深入寄生主体的木质部和韧皮部。通过与宿主连接，菟丝子自我生长的营养以及水分就不需要再从自然界中辛苦获得了。菟丝子为何让南方农民头疼？中国有句古话，死道友，不死贫道，在菟丝子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菟丝子这种植物对土壤没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也就是说，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尤其喜欢水分充足且温度较高的环境。菟丝子种子在进入成熟期后，往往会很快落入泥土之中，经过冬天之后，休眠状态结束，它们就可以在春季以及夏初萌发，并开始向上成长，最终发展成为丝状。等生长到一定的状态后，便会与其他的园林植物产生连接。由于生长效率极快，所以对营养的需求很大。因此，园林植物自身吸收的营养有很大一部分都要被菟丝子分走，最终就会影响到自己的生长状态。如果严重的话，甚至会因为营养丧失而死亡。由于其他植物以及花卉苗木会因为菟丝子的长势而不断衰败，所以人们也是采取了许多方法，想要遏制它们的傻吃猛长。首先，直接根除菟丝子的种子是最直接的方法。由于其种子只在春季发芽，发芽之后很快就能发现它们的踪迹，然后剪掉。而剪下的菟丝子也不能随意抛弃，最好能够集中处理，在晒干水分之后燃烧销毁，避免春风吹又生，导致第二年再次传播大量的菟丝子。与此同时，还可以在冬季来临之前对管控的花圃进行集中管理，也就是中耕深埋，防止菟丝子的种子深入泥土获得养分。最后，由于菟丝子通常在夏秋交际时开花结种，所以在10月份前后便可以进行大面积的药液喷洒，这也可以起到很好的防治作用。目前大部分地区都会使用5氯芬钠、2硝基酚等药剂。如今我国治理菟丝子并不是从单方面入手，而是选择了综合防治，从种子到成花的全方位防治，才有了如今喜人的成果。菟丝子靠寄生而活，让人恨得牙痒痒，在我国居然开发出了全新的发展赛道。在科学家的研究观察之下，人们发现菟丝子与其他植物的寄生关系好像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只有取没有舍。近年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吴建强博士在团队的协助之下，通过观察菟丝子在大豆等植物的寄生状态，发现它居然会与寄主进行信号共联。这种共联会产生一种名为茉莉酸的植物激素，最终产生诱导出植物的抗虫性。简单来说，就是菟丝子就像是寄生主的千里眼、顺风耳一样，通知宿主即将遭受虫害攻击，要做好防虫准备。
其实，菟丝子除了对寄生植物会产生一定的效益之外，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它也并非是完全有害的植物。在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着360多种药材，其中就提到了菟丝子，写道以菟丝子为药饮时，可以让人增加气力，也可以一定程度的改善眼睛疲劳。也就是说，如果使用得当的话，菟丝子还可以加工成对身体有益的外服或者是内服中药制品。2019年，北京市朝阳区中医院的医师就宣传过菟丝子茶以及菟丝子酒等相关的饮品，将其与黄酒进行调配之后密封，50天之后就可以饮用，以此来补充气血，并且缓解身体的疲劳。菟丝子在自然界中的寄生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恶劣，对于人类而言，它也并不是完全的苗圃破坏者。在未来，只要能对其进行合理的利用，它也可以成为对自然界、对人体健康有益的一员。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